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静电啊。今天忙了一天了啊，晚上给大家录制这样的一段视频。今天早上在上班的时候，在地铁里边啊，我看到我的知识星球啊，就是我们的付费课程的知识星球里边有小伙伴说啊，Midjourney 也更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重量级的功能，它可以媲美 PS 的创城市填充了。这个功能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更新啊，也就是说现在开始的话，Midjourney 也拥有跟 PS 一样的可以进行区域填充的功能。今天静电试了一下，非常的好用，所以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呢，我刚下班啊，这会儿10点多了，11点了，我给大家录制这样的一段视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功能如何去使用。第二点就是它有哪些可以使用的场景，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OK，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咱们就直接开始吧。我们首先看一下 Midjourney 的官方频道里边啊，这个管理员他所公布的一个这个消息啊，它这个消息的话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个功能要怎么去用它。这个功能叫 Vary， 也就是 Region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不知道小伙伴英文可能不太好啊，我在这儿呢放到这个谷歌翻译里边呢，给大家用机翻来去翻译一下啊，告诉大家怎么用。首先他说呢，它出现在哪儿？它出现在我们使用了 U 命令之后。也就是说，一张图你把它放大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这个 Vary 的这个功能，然后呢，它会出现一个编辑器，编辑器里边你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啊。好，那么接下来看他说的这个使用技巧，这个使用技巧呢，这个管理员特别告诉我们有几点，就是说你最好有一个比较大的图像区域。这个图像区域如果太小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它做的一些填充呢就不生效。今天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子啊。它告诉我们最好是图像大小的面积的20%到50%，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太小的区域咱们就不用试了啊，我给大家实验过了，确实也没有什么用处。第二呢，这是一个他说它不是一个神奇的功能，它提示我们最好跟图像的场景匹配，比如说给角色的头部啊，角色的头部你可以给它加一个帽子，或者说加一个眼镜，当然这个帽子可能是绿色的啊，也说不定。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加入了图片不匹配的东西，比如说你在森林里边加一个海豚，这个就不生效了。森林里边它不可能有海豚，对不对？所以呢，咱们的提示呢，尽量要贴合于图片本身。然后第三点呢，他说这个我们可以使用重新混合功能来去修复这个图片，但是呢，有时候的这个结果呢，可能确实令人沮丧啊。这点我后边会跟大家讲。好了，那一共是这几点，大家一定要去记住啊，否则它的效果可能不太好。OK，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生成的这个图片吧啊，然后先让大家一睹为快。好，那这是我生成的一个图片啊，这是一个小男孩的这个图片，这个非常的普通，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一个小男孩在魔法的街道里边奔跑，就是这个样子啊。那第二个，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如何给这个小男孩加上一些东西呢？比如说今天刚好是7夕啊，我想送这个小男孩一个礼物，哎，我送他什么礼物呢？OK， 我给它加上了一顶非常漂亮的帽子。这个帽子的颜色呢，是一个非常好看的颜色，对不对呀？然后非常搭配的啊，那红配绿怎么着啊？这个反正挺配你的啊，你就带着吧啊。好，但是我觉得它不够酷啊，所以我想给它加一点别的东西。比如说我再送他送他一束花吧，毕竟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啊，今天是7夕的，对不对？我送他一束花啊，放到他面前。好了，我们第四个。这个小男孩好像过敏，所以我给他加一个口罩，看起来也挺酷的，对吧？好，那我们继续往后加啊。那这个小男孩说我不想看到你，我要把自己装成盲人，所以我给他加了一个眼镜，这个眼镜还是墨镜，我给他戴上。这个墨镜我又给他戴上了啊。最后我想让他这个画面更加的浪漫一点，所以最后一张我给他加了2个和平的白鸽啊，白鸽非常的完美的画面就诞生了，对吧？好，这就是使用 Midjourney 的这个 Region 的功能呢所带来的图片的创新啊。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具体要怎么去做。我们打开 Midjourney，OK， 打开 Midjourney 之后，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的频道里边啊。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画面。这是我之前生成的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的咒语其实就是我们上节视频或者上节的这个视频里边呢所提到的这个小男孩奔跑的这个场景，这个视频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好，这个用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生成了这样几组的图片，接下来大家一定要用这个 U 命令，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用 U 命令放大之后它才会出现啊，所以我们点击了 U 命令，点击 U 命令之后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界面啊。到这个界面之后，我们发现底下现在变成了3个按钮，原来只有2个啊。第一个是比较强烈的变体，第二个比较弱的变体，那第3个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些创程式的填充了。好，我们直接点击它啊，点击这个 Regin 的功能。好，点击之后，大家发现啊，它就打开了一个新的小窗口，哎，这个小窗口打开了。这个小窗口功能非常的简单啊，它左边有2个这个工具，第一个是这个句型的选区，第二个是这种随意画图画的一个选区啊，这样的一个锁套的功能。然后右边呢是它的一个提示关键词，然后再往后是一个输入框。那有些小伙伴呢，今天在我们的知识星球的社群里边去反映说，这框消失了啊，可能是它的一个 bug， 我反正现在没有浮现出来啊。如果有浮现出来，小伙伴可以跟我说，在我的评论区里面留言。OK，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用啊。比如说，我想给这个小男孩加一个帽子，那我可以选择，我选择哪个呢？我选择这个句型选区吧。句型选区大概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对吧？OK， 那我们就给它加一个帽子，直接划一下啊，划了一下。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里边的提示词，你最好把它全删了啊，全删了之后，我们加入帽子。那我们在这儿可以加入一个非常漂亮的帽子。好，那我们加入这样的一顶帽子啊，这是给小男孩非常特殊的一个礼物，那这个小男孩肯定特别的喜欢啊。OK， beautiful hat。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小男孩最后生成了什么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大家等一下。OK， 我们的图呢已经生成完成了啊，然后打开我们看一眼，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哪一个帽子你最喜欢呢？啊，它这个加载的这会儿有点慢啊，有点慢。我觉得这个帽子吧，我可能会觉得第3个和第2个会比较好，所以呢，我就在这儿选第3个啊，选择 U3。U3 之后呢，它就开始给我们去生成出来。在这之后呢，你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这个词啊。好了，那我们在这儿生成完了，然后我们接着可以再用这个 Vary 的这个功能来去生成别的内容了。好，我们又到这个界面啊。有同学可能会问到说，一个画面里边我们可以给它多个选区吗？事实证明是可以的啊，但是来说，这个选区过多的话，而且你加入不同的内容，它就实现不了的，所以这个选区你只能加入同样的一个内容。好，那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个反例啊，这个反例就是说，我们想给小男孩加一些比较独特的东西，比如说手里边握着一朵花，我们看看行不行？其实这个我试过啊，效果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在这儿画一下。好，那加入什么呢 ？flower， 加 flower 啊，我们来试一下，看它能否生成出来。官方也提示说，这个一些太小的内容呢，对于图片面积20%以下，它可能就生成的效果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试一下啊，看看它能不能生成出来。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完成了。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花儿它其实完全没有生成出来，所以官方提到的也验证了，但是呢，我们又验证了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手呢可以通过选区来进行一个修改，比如说这个手不合适呢，我们就可以用选区的方式来去调整它。好，这个呢我们可以去注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看一看其他的这个应用场景。这个小男孩其他的应用场景我就不跟大家去介绍了啊，因为这里边这个使用方式呢就是一样的啊。那在这儿划拉一下，那输入一个 flower， 那就会生成花朵，这个面积就足够大啊，这是它的一个要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生成一些别的东西啊。第一个应用，那第一个应用的话呢，我们用这个小和尚来举例啊。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人物生成的这个手指有问题。比如说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和尚的这个手指是不是有问题啊？这小和尚的手指现在问题还挺大的，而且畸形了已经。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修复它。这种修复的方式也很简单。那好，我们来跟大家去操作一下啊。这张小和尚，我们用 U 命令生成之后，我们同样使用这个 Regin 的功能。好，大家看一下，我把手部的区域现在已经划到了啊。如果你想清除我们的选区呢，你不能直接 delete 删除，我们只能通过左侧的这个按钮来去删掉啊。删掉之后，我们来去这样划也可以啊。那你可以，你看。这种方式来去完全覆盖也是 OK 的，或者说我们用刚才的这种方式来去覆盖都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选区做的有点不是很好啊，不太方便。好，那这个选区呢我们就选中了，它好像生成了2个选区，对不对？
那我们就先撤销一下啊，我们撤销一下，我们用这个选区吧，这个还是更方便一点的。好了，那我们选中之后呢，接下来你什么都不输，记得什么都不输入，就跟这个 Photoshop 一样，什么都不输入，我们直接提交。提交之后呢，它就会给我们生成比较完美的手，那你可以从中选择比较多的这种手了，不要再像之前的这种 reroll 的方式啊，你虽然进行了轻型的 reroll， 但是它的有时候它的面部也会改，通过这种方式，它的面部呢就好了基本上就不会动啊，然后只是手部发生了变化，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手部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变化啊，效果还是挺不错的。那我们的这个选择的空间，其实你会发现大很多。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啊。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啊，给这个小和尚，这小和尚说我要还俗了，我要做俗家弟子。那这个时候能不能给他加一个什么呢？能不能加一个头发试试怎么样啊？有没有效果 ？OK， 那我们再选一个这个小和尚来加一个头发吧。我们选第3个吧。好，U3，我们给他加一头黑发。来。我们那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使用锁套工具啊，使用锁套工具，那从这儿开始，然后呢，这个确实不是很方便哈，不是很方便，然后这个锁套工具有点诡异啊，有点怪异，那我们还是换一种吧，这个锁套实在是不好用，那我们在这儿直接划一下，然后让它生成一个这样的头发啊，看看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我们能作为一个 Tony 老师啊，然后给小和尚来一个美发，我们直接说 hair 啊，黑色的头发吧 ，black hair，black hair， 好，提交，哇哦，然后我发出了哇哦的一声啊，啊，这个头发太炫酷了，我发出了邪恶的笑声啊，你觉得哪个头发最好看呢？好像第一个还不错。我已经要笑出来了啊！大家可以这么去玩一玩啊，挺好玩的啊，挺好玩的。好，OK，那我们的笑话就到这儿啊，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其他的例子啊，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应用场景要给大家去展示。很多小伙伴他可能会用到一些电商的场景啊，比如说在这个电商的场景里边，那我们要去放一些东西，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空的场景里边，它可能会放一个咖啡杯，或者是放一个小闹钟，对吧？好，那我们可以使用刚才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我来试一下放一个小闹钟怎么样啊？我们在这个空白的地方放一个小闹钟。好，就在这个位置放小闹钟啊。我们之前放了一个这个杯子还不错，我放一个 a clock，a cute clock 啊，可爱的小闹钟。OK， 然后我们提交。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和尚再笑一会儿啊，然后等它生成完毕。我期待这个小闹钟能生成出来啊！它现在在这种创程式的填充，大家看一下它填充的方式啊。那填充方式其实就是从混沌，然后一直到清楚的一个过程。这个里边呢有几个是可用的啊，有一些呢可能效果就不好。比如说第2个，我觉得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啊，我预感它挺不错。好，马上生成完了。好，放大看一下啊。哎，这个闹钟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啊，好像还不错。放大看，哎，是不是挺不错的啊？好，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你预制好的场景里边呢去加内容。比如说我要加杯子，那我要加杯子，这是我加的这个咖啡杯的这个效果。你看啊，这几个咖啡杯其实都还不错啊。特别是这个咖啡杯，我觉得整个的光影效果都非常符合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它加入这个新功能之后，我们可以用它来玩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东西了啊。好，这是第2个功能啊，第2个功能我们就跟大家讲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去试一试换头。大家懂得什么叫换头吗？换头，换头的话呢，就是你觉得这个人长得不好看，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人的头换掉啊。那我来找一个我想去换的一个头，我把它去换掉啊。好，那我用上一节课的这个电商的一个美女吧，看看我来找一下这个电商的美女。OK， 那这是我们来生成的电商美女啊，直播的美女，对吧？上节课直播的视频大家应该看了吧？好，那这个电商美女的话，你觉得
哪一个更好呢？嗯，要不我们来试试这个啊，换一下这个。我们看看行不行啊？我们首先，由于之前老的图呢，它是没有这个新功能的，所以我们要先在这个进行一种这个微弱的变化之后，所以它才能继续去生成。很多小伙伴也遇到一个这样的场景，比如说我有一张现成的图，我想让这个 Midjourney 去加内容，能不能加？其实这个就很难办，特别的难办。如果你用电图的方式，它也会去变啊。这个就是 Midjourney 和PS 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建议，如果你是现成图的话，你可以使用 Photoshop 去完成，效果会更好一点。好，这个清脆的响声之后，这张图已经生成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喜欢哪一张呢？我们找一张吧，我就随便找一张啊。我觉得我找第二张吧，第二张 U2啊，我把它生成出来。好，稍等一下。它有时候它会比较的慢啊，它就突然卡到这儿了。那我们再欣赏一下这个美女吧。我觉得这组的美女还不错啊。上组为什么没用它做这个口播？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斜着的图啊，所以做口播的话可能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它这会儿卡到这儿了啊。我们再来一下啊，看看它的速度怎么样。突然就卡这儿了。好，图已经出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用这张美女来去换头了啊。我觉得你长得有待提升啊，所以我就给你整个容，或者说我给你换一个头。哎，我们给你换头。好，来换头。好，把这个头整个选中啊。这个时候你可以保留这个内容，或者说你换一个啊，那你直接保留啊 beautiful girl，那你可以看看它能换出什么来。一切皆有可能，你把它换成男的也可以啊，比如说cool boy，oh boy 啊，换成 boy，或者换成这个年纪大一点的 girl，或者年纪小一点的也可以啊，就不同年纪的。好，我们等待奇迹的发生，来看一看效果。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哎，看一眼，哇哦，那这组又有更多的美女供你挑选了，那你喜欢哪一个呢？喜欢的话，记得点 U 把它放大哈。好，这个我们的演示呢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当然你也可以给它加一朵小花花。那我们来试一下最后一次吧。我们给这个美女加一朵小花花，加到头上啊。因为官方提示说太小的这种它不好用啊，太小的区域它没有办法生成，所以我们就是来实验一下。比如说这个位置我们加一个 flower 啊，flower 看看有没有效果。flower。有时候这些小点缀还是挺有意思的啊。Midjourney 的魅力就在这儿啊，它可以开盲盒。但是如果你开的更精准一点，我想这是对你的一个练习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 Midjourney 训练营啊，在我们的视频的咨询区里边有链接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训练营里边呢都会有讨论。这个 flower 现在没有加成功，大家可以看一下，啥都没有。所以它不是所有的时候都会生效哈。那我们可以放大一点，把这个 flower 的这个区域放大一点，我们再来试一下，最后一次，给我个机会啊！我们在这儿已经证实了啊，太小的区域是不会出现内容的。那我们来放一个大的，啊，我们放一个行，我们放个这么大的吧，这个时候它总该有了吧？大家猜会不会出现？会吗？我觉得应该会吧。如果不会的话，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表演一个喝饮料吧。哇哦，哇，果然会啊，果然会。哎，我说的没错，那我们放大一下看。哇，这个花儿，哇，这个花加上
确实加上之后更漂亮了啊！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来去做一些更有创意的图片的素材啊。所以这是这次的 Midjourney 的一个更新，我觉得这个更新越来越完美了，而且它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大家可以借助于 Midjourney 和 Photoshop 一块来去完成啊。后边来说的话呢，我也会给大家去奉上 Photoshop 的创程式填充和 Midjourney 的一个对决。之前我们对决过其他的内容，是不是？那我们这次来对决一下 Midjourney 和 Photoshop，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到底什么样子的啊！大家可以期待我后续的视频。OK， 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儿，时间也不早了，该睡觉的小伙伴呢就祝大家晚安了啊！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欢迎给我点一个赞。那有用的资讯呢都在我的视频的屏幕下方，而且呢有更多的 AI 学习资料和我们的 AI 训练营等着大家去加入，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很多的福利和很多的学习机会等着大家。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好了，各位小伙伴，再见，大家辛苦了，晚安，拜拜。